哇！就在我们原先的那部影片拍摄的过程中，惨剧发生了。因为为了要展示量测的输入电压变化，而输入了一组超过它0到5伏输入电压的限制，不小心输入了将近10伏的电压给它，然后瞬间就闻到一点烧焦味。我们现在简单的来看一下，原先这个 SMU 模组应该会有一个固定的2.5伏输出和一个固定的5伏电压输出。我们先来量一下这个2.5伏电压，只剩下1伏。那我们同样量测5伏电压，也是只有1伏。当这2个电源电压都不对，我们也休想它里面的工作会正确了。事实上，我在原本这期要做的影片中，正说着这片 M1K 让我用了2年的时间，仍然头好壮壮。结果马上就翻车了。果然，我现在都很怕讲这种话，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毕竟输入错误的电压这种事也算是常见的错误，是人都难免会犯啦。所以，我们这次就尝试的来挑战自己维修这片 ADALM1000 模组吧。我们把它4个角座都卸掉之后，很容易的就可以把它的螺板取出来了。那我们现在要怎么维修呢？目前是还没有什么头绪，连微控器都有点热，希望微控器不要坏掉才好，坏掉就很麻烦了。在进行了一番量测之后，我们现在可以量到这个 C29 电容两端基本上就已经是短路状态了，这说明就是 6.5 伏的路径短路，不晓得是什么元件造成的。那我们看一下电路 ，Front End 电源的来源应该是从 USB 的电源 V-Bus 进来之后，透过升压成 6.5 伏而来的。这边 6.5 伏影响 6.5 伏电源的路径，另外还有6伏的路径和5伏的路径，这3个电源是会影响 6.5 伏的。现在我们需要来对这个板子动一点手术。我们要来让电路里面的功能区块局部断电，看看能不能找到损坏元件的所在位置。所以我们把 R54 0欧姆断掉，应该就能把大部分的 front end 电路断电了。先确认数位部分的电路是否正常。R54 的位置在这边。在我们把 R54 断开之后，理论上电源现在应该已经不会供给 front end 电路。所以现在的数位电路工作应该已经不会再受到损坏元件的影响。我们可以简单的测试一下，看看 MCU 还能不能动。至少这个 USB 还认得到装置，可见的它 CPU 内部的 USB 驱动应该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那我们把 R54 断开之后，实际上是还有一路负1伏的电源路径留着。我们现在先来看看这个负1伏的电源路径有没有正常。非常接近1伏，所以看来应该是正常的。然后因为断开之后，4.5 伏这一点的电压也很充足。现在因为其他电源路径看起来没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来处理这个 6.5 伏路径短路的问题。为了要确认到底是哪一级有损坏元件造成的短路，还是要来一级一级的把它切开看看，到底是哪里出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将这个 D3 和 E4 都已经断开了。那我刚刚其实在这个 D3 断开的时候，E4还连着，也就是说先把5伏的路径断掉，然后去量量看 6.5 伏的路径还有没有短路。那个时候量到是还有短路，后来把这个 E4 也断开之后，现在再来量量看，其实就已经没有短路的状况了代表现在短路的情况因为电源断开已经被排除了。那我们现在可以先来把这一颗 R54 恢复，看看 6.5 伏的电压会不会出来。
好，那我们现在已经把 R54 6.5 伏路径接回去了，现在可以来看看 6.5 伏的电源有没有出来，这个可以判断 6.5 伏的电源转换电路有没有问题。从这边来看，因为后面的路径断开了，6.5 伏的电源就有出来了，代表 6.5 伏的电源转换电路是 OK 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再来研究一下为什么后面的路径坏掉，它是怎么坏的。因为我们连接到 CHA in 的这一只脚，理论上它有串一颗100欧姆才进来，所以就算有拉到10伏的电压，它应该也不至于有大电流烧毁元件。因为我很明显有闻到烧焦味，所以先假设不是从这个路径进来烧毁元件的。那另外就是 CHA in 的这个路径，除了直接输入到 US1 的这个路径之外，另外还有一个是直接连接到6伏的 Power Rail 跟负1伏的 Power Rail， 这个一般就是在做保护的作用。如果有超出 6.6， 有超出6伏再加上一个二极体电压，这时候这边就会顺向导通。那因为我的 CHA in 的这个路径当初是接到 Power Supply 上，Power Supply 的输出能力大约是有到10伏2安培左右，也就是说它有可能会高于6伏，让二极体顺向导通之后，连带的把这个6伏的电压往上拉。那把这个6伏的电压往上拉会发生什么结果？因为这个6伏电压的产生是由 U6 这颗 IC 所负责的，所以当受到外部施加电压去把这个电压往上拉高的时候，连带的也会把它的 sense 电压这一点的电压往上拉。那 U6 为了要让电压可以稳定到6伏，所以它就必须要努力的把多出来的电压努力的吸走，以让输出电压可以维持在6伏。但因为电源供应器的输出电源太强了，也就是说 U6 最多有可能必须要吸收超过2安培的电流，这肯定是超出这颗 IC 的限制了，因此才会造成烧毁。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测，现在我们应该要做一些量测，确认一下短路是不是发生在6伏的路径。因为我们再从 E4 连接到 U6 的这个点这边，也就是 U6 的 VIN 输入端，可以量到短路到 D， 但是我们从 U6 的第一、第二角，也就是6伏的路径上，却没有量到短路的现象。因此，我们现在应该可以把短路的元件锁定在6伏的这个路径上。现在我们可以试着来把 U6 移除，然后透过外部提供6伏，为这个6伏的电源路径供电，测试看看。现在我们已经把 U6 移除掉了，所以我们现在再来把这个6伏接回去，量量看输出电压对不对？这样它的输出就有稳定的 2.5 伏和5伏输出了。这样我们就可以试试看它其他的功能能不能正常工作。那测试的方法也很简单，我们就把它的两个通道输出跟输入连接起来，然后到时候我们会把电压表断开，让它用自己的电压表量测自己的电源输出。那电源输出我们用 source 一个 sine 波来量测看看。我们先将两个通道都设为电压正弦波输出，之后讯号振幅和频率都可以任意调整。两个通道也都可以量测到相应的变化，这样看来，基本功能的运作应该都是 OK 的。所以看来这一次的损坏，只需要把 U6 这一颗 IC 换掉，它应该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其实一般像这一种过电压输入造成损毁，一般是有机会造成一整串元件损毁的。所以我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换了这一颗之后，就一切所有功能都可以正常工作。那这个就要看以后使用过程中有没有新的发现了。总之，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维修体验啦。感谢您的收看，最后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点赞、分享。我们下部影片见啦，拜拜。